我是 Cind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我今天呢，想要来跟你们分享，同时呢，也是要自己来做记录一下，就是我跑完出全马之后，我的身心灵上面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其实台北马12月21号跑完之后，到今天我已经有3个礼拜没有出门跑步了。我今天就是想要来跟你们分享，在这段时间呢，我体验了前所未有的一些感受，我从来没有这些感触跟想法，我也就是有一直不断的在向内挖掘，去探讨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会变成现在这样子，花了一点时间，稍微整理出一些原因，我现在好像没有在那么现在相对来说比较不太好的状态里面了，所以我想说，趁我现在精神元气满满的时候，刚刚还有出门跑步，终于出门跑步了，想说来跟你们分享一下。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那首先我先来跟大家说明跑完我的人生第一场全马之后的状态。大家都知道这次的台北马是我的人生第一场的全马，所以我真的是用尽全力的在准备这场比赛。其实我自己在预期我在比完的当下，我可能会大爆哭，可以把一切的情绪在比赛当天抒发掉。但没有想到，可能是因为现场的气氛很不错，然后跟有很多自己的亲朋好友来观赛，然后我就觉得哇，心情很好。那天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负面情绪，但是就走那一天，其实在比完赛2到3天，我的腿就已经不酸了，身体觉得也好像差不多恢复了，但是我的心情是整个有点像是溜滑梯的状态，一路往下，我就是有点慢慢的开始感觉不到快乐，突然觉得很像很空虚，突然一个很重心的事情不见了，然后就会觉得有一个地方空空的这样子，加上就是迎接而来的一些节日，像是圣诞节啊、跨年啊、元旦连假什么的，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好好的检视自己跟去吸收跟调整，所以刚好在一连串的连假过完之后，我就开始在想，到底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感觉？有朋友要约我出门跑步，但是我好像没有特别想要去跑步，不是因为我身体跑不动，我就是少了一个那个跑步的感觉。我后来有理出来，很像是我前段时间非常的认真在准备，每次出门跑步的目标都是我希望我全马可以达到那个成绩，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在练跑步的时候，其实我的心理压力都会蛮大的，因为我会知道我有一个目标在那里，所以我每一次的练习我都是要达到这个训练的质量，才有办法去达到我的目标。所以我觉得比完赛，我并不是说开始讨厌跑步，或者是没有想要继续跑步，而是我好像会害怕在跑步的时候会想起这种压力很大的感觉，为了一件你真的非常渴望想要达成的目标而去做的很多努力的那个感觉。然后为什么准备比赛这件事情会让我的压力变这么大呢？就大家所知，其实社群占了我工作的蛮大一部分，所以在准备比赛这段过程，我也想要好好的把它记录下来，除了记录给我自己看，也想要分享给之后想要参加全马的好友们看，所以我就自己就会有一个使命感，我就会想要把每一次的训练都把它做下来。那大家知道我现在主要的平台就是有 IG 跟 FB， 现在我自己的 Instagram 的短影片都是我自己剪的，包括你要自己写文案、拍照、修图、限时动态，每天都要发，还有回复大家的讯息，这6件事基本上是我每一天都在做。那3到4个月以来，基本上我是每天都一直在想。除了上岸，我还有很多想要自发性分享的一些关于跑步啊或是运动的内容。那一段时间，每天脑袋都非常忙。有一个例子就是，我都跟我朋友讲，我就是每次出门去跑步的时候，我都会发我跑步的限时动态嘛。其实我跑步的限时动态都是我在跑步的当下，我就已经构想好，我等一下要发怎么样子的照片。第1则、第2则、第3则。其实我每天跑步的时候，基本上很大一部分是在想着写结束课表，我到家就可以把这一连串线痛快速的发完。但是其实也没有到多快，限时动态虽然只能存在24小时，如果想要很认真经营限时动态的话，其实也是会花不少时间。所以我的生活有很大的一部分都在我的工作里面，跟我会每天都要回复大家的讯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坚持。我觉得大家在网络上这样子素昧平生，很感谢大家来看我做的内容跟创作，然后你们会给我的回馈，我也希望我有时间可以尽量快速的回复给你们，跟你们聊聊天，但是
这个处理下来，其实时间会花很长。除了我还要出门拍摄、参加活动之类的，社群就花了蛮多能量在做这件事情。我先说打预防针，我没有要抱怨我的工作，我只是现在是在阐述为什么我跑完全马之后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感受。OK， 没有抱怨，没有抱怨，我爱我的工作。社群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我很热衷在这个上边，我也很享受我的工作。但是现在回头来想，我好像是真的没有一天在休息。我每天脑袋开机的时候就会想，我今天要发什么，要做什么，然后还要准备下礼拜的什么，因为内容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发想的。这些想的内容其实都会串到最后，就是我最大的终极目标——台北马拉松这个大企划。像是大家很喜欢的我的备战日记的系列，这个也是花了我很多时间在做。我是那种就是一做了就会坚持想要把每一个做好。我觉得这些的压力都不是来自别人的，这些压力都是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自我要求，跟有时候会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加诸在自己身上的压力。然后讲到训练来的压力呢，我觉得都不是训练本身，总归一句话，都还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大家知道我原本设的目标是全马330嘛，但这个就是一个 dream goal 梦想的目标。后面呢，就是因为工作、出国的活动啊，或是国内参加一些赛事啊，打乱我的训练的计划。然后我其实都已经很尽量的把所有的课表都完成，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第一场全马，我又觉得自己好像也不是跑得特别快，也没有特别厉害，所以我觉得好，那我就靠努力的吃课表，努力的完成每一次教练派来的任务，按部就班做好这些事情，我是不是就可以达到一个好成绩？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的课表应该是有完成8到9成，基本上我身体再不舒服，或是月经来，或者是下雨、大太阳什么的，我都还是强迫自己把这一整套课表吃完。那个时候大概是1个礼拜，基本上会跑5天，1天长距离，2天有氧，1天间歇，1天 tempo run。有时候1个礼拜会跑到6天，有时候会跑到7天，因为大家知道准备台北马的这段周期就是路跑活动的赛季嘛，所以其实周6、周日会遇到很多跑步的活动。我自己觉得我在训练这块算是问心无愧。上一次我这么认真的在准备比赛，应该就是2年前我想要半马破100那一次，但是还是没有破100。这次给我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很少有这种机会跟精力这么的认真投入。酷屁啊！我觉得这段过程对我来说算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讲回刚刚训练这边的压力，除了吃课表这一块蛮辛苦的，周末动不动就是2个小时课表，20公里、25公里、30公里的长距离之外，我也因此呢推掉了很多跟朋友的聚餐或是聚会，很多我原本很有兴趣的活动，碍于我的时间跟体力的关系，所以通通都被我推掉了。所以基本上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就好像是剩下跑步跟工作，我就觉得那段时间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衡。可是因为我是真的很想要达到我自己后面设定的3小时45分，所以我那时候并没有觉得怎么样，只有专注放在我的目标。我就是一直在想，如果我通过全马的那个田径场的终点，然后达到目标的样子，心里会有多爽，一直用这个意念支撑着自己，一直安慰自己，一直帮自己倒数，剩下几周就要结束了。因为前面都努力这么长一段时间，如果最后一段再放弃的话，我觉得其实会非常可惜，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心理压力来源之一。然后还有这段时间，其实我很常因为训练都是在晚上作息的关系，然后加上处理工作，晚上才有时间出去运动跑步。跑完回到家，其实我家附近可以吃的都很早就关门了。现在想一想就觉得自己好可怜，就要买 7 回家，然后加热，然后吃饭，吃完就睡觉。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的自己，真的太辛苦。然后还有一个压力，就是大家知道我去越南，你们应该有看我去越南的影片。我去越南的时候，就是不小心喝到牛奶，喝到第2还第3杯的时候，我才突然惊觉，想到哇，这里面会不会有牛奶？但来不及了，我已经大喝了3杯了。所以就是从10月底回来的时候，其实我的肤况整个也是跟着哇直线下降，因为我是只要喝到牛奶，我的皮肤就会长很多内包的粉刺。然后我洗脸的时候摸到我自己的脸，真的都是很多颗粒，然后非常的不平整，所以我那阵子的心情都不是太好。我自己是一个会蛮在意别人的看法，加上我对自己很严格，每天早上起来看镜子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怎么自己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我戒牛奶戒蛮久的，之前努力维持这么长的时间，然后结果就因为这样子一大杯牛奶，然后就
毁了我整个脸。那时候真的很惨，我真的很不想要出门，连出门运动都是我很想要素颜出门，可是就又没办法，因为我会觉得我这个很不好看的样子，我不想要给大家看到，所以那阵子其实压力很大，然后又很想要赶快在台北马之前好起来，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我到现在都还在养我的皮肤，对抗痘痘这个旅程也真的非常的辛苦。我看了中医，看了皮肤科，去做脸什么的都是有在做，但是不会那么快的好。皮肤这个点也是我在赛前的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然后还有一个压力来源。我在赛前发现，比赛当天的天气好像不是很好，就是没有像前几年那样子有一个霸王级寒流，甚至到比赛当天开跑的时候竟然20度。所以我在比赛前1、2周的时候，其实心里就有一点心态小小的崩掉。我会觉得，哇，我为此训练了这么久，结果最后天气最不可控的天气因素是这样。我这段时间努力的准备这些，为什么老天爷不帮我？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想。比完赛之后呢，脑袋也有很多杂音，很多自己责怪自己的声音，会觉得啊，我是不是练得不够多？我是不是身体还不够强壮？我是不是没有什么天分跑马拉松？我是不是没有在比赛中经历？为什么我练了这么多还是跑成这样？我的剪辑师会觉得很荒谬，我的这个影片一直断掉，就是各种这种很负面的声音会一直在我比赛结束后一直在我脑中想，然后甚至是比完赛，其实我在赛前的时候睡眠状态一直都没有很好，一直都睡不好，除了喝樱桃汁真的还蛮好睡的。比完赛之后原本预设自己可以睡得比较好，可以那种如释重负，可以好好睡一场觉的感觉，没有。到最近这几周，我都还是一直睡不好，睡不进去，一直做梦，然后一直睡醒醒。我就觉得比完赛，我好像心里有一个东西还没有被解开的感觉，有可能是比赛那天没有哭出来，没有解放的感觉，我也不知道。这几天一直在探讨这些，因为就是诸多的压力来源，我只要掉到那个很负面的情绪漩涡里面，就会一直卡在那边出不来。我就会一直在想说，我付出了这么多，怎么只有得到这样？然后就一直拿别人比较，我会觉得我赛前受到了各方的帮助，但是我最后好像没有表现得很好，好像没有让大家开心，好像没有让大家觉得哇你很棒的感觉。我现在描述的这个状态，就是我这几个礼拜常常会有这些想法。然后呢，我有把我的状态小小的整理了一下，然后丢到 GPT 里面，然后就是有问他说，我这样子是正常的吗？我有没有需要什么帮助？然后还真的有讲给你们听。第一个呢，叫做目标落差后空虚感。当你长时间把生活重心、意义、自我价值都压在一个明确的目标上，一结束之后，心理结构瞬间失去支点。常见于马拉松大型比赛，专案结案常常会有终于结束了，但总有想象中快乐，突然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不想再碰到这件事情一阵子。这个并不是代表说你不爱了，只是大脑还没有转档。第二个是多巴胺回落效应，在努力的那段时间的大脑其实不是因为成功而兴奋，而是因为期待跟推进感。只要一结束，你的多巴胺突然下降，身体就会感觉没力、没动力、情绪平平的。第三个，靠节后暂时性逃避。为什么会暂时不想再做？因为你的身心其实在说我完成了，但我也真的累了。这是一种健康的防御机制，不是懒惰。特征就是不是永久的延后，而是现在不要再逼我了。第四个是运动心理学中专有的现象，叫做赛后忧郁，尤其是在耐力运动非常常见，像是半马、全马、田园3项，长期训练计划结束之后，几乎所有认真训练过的人都有经历过。这代表你是过程驱动型，而不是结果型。你需要前进感、成长感、火花。当结构消失，就会短暂迷航，是高动能人格的副作用。我把我自己的状态整理，然后跟 GPT 讲，有条理的列出来之后，我好像就稍微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么糟，这好像不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因为当我在比完赛很低落状态的时候，还是会看到身边很多人会发自己比完赛的心得文啊，或是赛后的观感，但就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心情是落差这么大，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哪里怪怪的？也没有不舒服，但我就是想要先暂时休息一下，先暂时不要跑步，不要一直发社群，我想要认真的回归到我的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我自己状态有慢慢好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我去面对这件事情，发现自己的不足，发现原来我一直很用力的想要做很多事情，但是都没有好好休息。我这段时间就是一直试着让自己一直在学着休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困扰，我最近就是也发现要好好休息好像有一点难。我在这段时间选择的是好好的陪伴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像是我这段时间花很多时间跟朋友出去吃饭聊天，聊一下我最近的状态状况，出去逛街撒币买东西，去吃好吃的，然后跟回去跳舞。
就是我有发现说，其实我还是一个很喜欢跳舞的人，因为我是从国小就开始在跳舞，又到大学中间都没有跑步哦，毕业开始工作之后才接触跑步。开始跑步之后，我就把跳舞这件事情先丢在旁边了。可能也是因为我想要换一点事情做，我这段时间就是有在把跳舞这件事情捡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我就发现哇，好喜欢我自己跳舞的样子，我好喜欢跳舞的时候我的那种很快乐、很纯粹的感觉。我觉得到现在呢，如果说我是全好了吗？好像也没有，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卡卡的。我已经好了大概6-7成了，所以我今天也开始跑步了。开始跑步了之后，我觉得好像可以让自己慢慢上轨道的感觉，跟着心里的这个感觉走。你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不要强迫自己。如果你之后也有遇到这样子状况的话，我非常建议好好的让自己休息，即使是你躺在沙发上看剧一整天也没有关系。如果这样做会让你觉得感受比较好的话，我觉得就去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可以换一个事情去做，就像我去跳舞或者是去骑脚踏车，经由这个转换的过程中，你会在另外一个新的事情上面会得到很多的体验、感受跟回馈，你的生活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火花，不是只有很单一的体验，可以是有很多的不同事情组成的，也有很多的事情在等待你去尝试。所以我就有慢慢的找到好像真的快乐的感觉，但我觉得这件事情还需要时间一点的去代谢它，毕竟我花了3-4个月在准备这件事情，然后给自己这么多的压力，我还需要点时间去消化，让自己身体可以好好的运作，好好的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照顾自己。接下来呢，我也是要准备228的 HYROX 台北站，还有4月份的 CT 铁人赛。这次我一样会是比113的项目，跟我的朋友做一个515接力，所以接下来的运动的活动也还是很多。我自己的目标也是希望今年，希望我的半马可以破100。把目标讲出来，就是在给自己一个压力，有大家的见证下，我相信自己才不会偷懒，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偷懒的人。对，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见证这个达成破100的过程。我觉得这样子跟你们讲一讲之后，好像心里有稍微舒坦了一下，毕竟刚刚还是小小哭了一下，感觉有稍微在释放掉心里的一些东西出来。我觉得人真的是不能堆东西堆在心里堆太久，真的会堆出病来的。所以大家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真的要找个朋友讲出来，男朋友、女朋友、好朋友、家人、朋友都可以。但如果你像我一样比较不擅长讲的话，我觉得可以试着用写的，把你脑中很混乱的想法全部都写出来，把它记录起来。因为每一个状态的你，才可以组成走到今天的你。所以我并不会排斥说我堕落的时候，我很悲伤，我很黑暗的时候，这些情绪都是很正常的。人生会有高低起伏嘛，情绪也是有高低起伏的，总不可能我一直都每一天都非常嗨、很开心的状态，还是会需要经历一些低潮、一些自我反思、自我沉淀的时刻。这种时刻呢，也是推动你继续前进的一个动力。当然，就是大家休息的时候，也要记得再站起来，再继续往前走，把自己的人生好好的走完。这是一种结语吗？反正呢，以上就是我这3周台北马之后没有跑步的一些身体跟心理的状态。身体就是没有运动，我觉得开始皮啊肉会变得有点松松的，然后肌肉都掉光，没有像之前那么精壮的感觉。所以我最近要赶快加把劲，努力的练回来。感谢大家看完我这支影片。那如果身边有朋友有像这样子比完赛后的一些忧郁啊，或者是有类似状况的，可以把这支影片传给他。那喜欢影片要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我还自己去按关机钮啊，腰好酸。这么的认真投入完成一件事情，我觉得好失控。哎呀，我真的想要好好的录完这个影片。我快词穷了，好久没讲这么多话。